生活中你一定。但是如果，Hi Simo， 你说。打开后备箱。好的。打开全部车门。好的。怎么样？有没有被惊艳到？上下车可以全部都不用手啊！这辆车呢叫做极越01。它是智能汽车机器人品牌极越旗下的首款车型。这辆车的外观，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，只不过这是在它上市之前的第一次试驾，这个还是挺难得的。那它整个的车头造型还是非常简洁的，一条贯穿的灯带，大灯的造型呢非常像一个回旋镖。上面这个日行灯呢是有这种 Pixel 像素灯的，所以它未来可以通过编程跟路人进行互动。放式的机盖呢非常的大啊，一直延展到两侧的轮眉上方，在轮眉的地方呢也有这种交互的灯，你跟它对话的时候，这个灯呢就会有互动感。那这辆车整个的车长呢是在4853，宽是1990，高是1611，轴距呢是3米整，就这个尺寸啊，妥妥的中大型 SUV 了。其实从它侧面来看，你就能看出它是浩瀚架构的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浩瀚架构的车会有3大特点：大轮毂、宽车体、车身是这种流线型啊。极越01呢是有单双电机版本的，分别标配的是19和21寸的轮毂。咱们今天这辆车呢就是21寸的轮毂。你看这个轮毂的造型，很显然它是为了空气动力学设计的，能够减少风阻，为续航做一些贡献嘛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轮毂造型的话，它还有其他的可以选。我看到有一个轮毂，它是配的是 Brembo 的卡钳，我觉得那个轮毂就特别好看。你想想，机器人脚踩风火轮，太哇塞了。那它是没有门把手的，每一个电动门呢都给你配备了毫米波雷达，只不过给它隐藏起来了。还有就是车外的那个麦克风呢，也是给它隐藏起来了。我觉得它整个的集成度还是非常高的。那在后门的下方呢，都会有这种4个指示灯，这干嘛的呢？就是显示它的电量的，就是这个就很机器人啊。它是有很多种开门的方式的。如果说你在开门的时候有障碍物经过的话，这辆车的车门呢会停下，等障碍物过去之后，它再打开。还有就是，如果你坐在后排的话呢，它后排里面是有一个小屏幕的，如果有障碍物经过的话，屏幕里面也会提醒你。这个我觉得就很方便。它车尾呢是有一个尾翼的，在时速95以上呢就会打开，在时速65以下呢会关闭。怎么打开它呢？除了手动打开之外，你还可以 Hi Simo， 你说。帮我打开尾翼。好的。这就打开了，再搭配底下的贯穿式的灯带，确实未来感非常的强啊。车尾依然有 Pixel 的像素灯，有90颗灯珠，也同样可以用编程后的图案呢进行互动。那这样的设计呢，也会让它风阻系数非常的好，所以这辆车风阻系数呢只有0.249，绝对属于中大型 SUV 第一梯队的了。一坐到车内呢，平底的方向盘，但是未来呢，你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选 U 型的方向盘也是可以的。但是很多人可能不太喜欢 U 型方向盘的手感，比如说我。后面呢有一个35.6寸的大屏，这个6K 超清大屏真的是一块啊，朋友们，它不是拼接的，它可以全屏显示，也可以呢双屏或者3屏显示，而且分区内呢也可以自由组合啊，任意的拖拽缩放啊，就有一种好莱坞大片的感觉啊，就这个流畅度非常的好。大家都知道8155的芯片啊，那这辆车呢用的叫做8295的芯片，就整个的速度它是8155的8倍。除了体现在语音对话会更流畅之外，其实刚才我玩了一把游戏，也体验了一下，就是屏幕它整个的画面的质感、效果以及帧率都是非常非常高的。而且呢，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，它竟然还能全程灵动，就是我坐在主驾的座椅会震动，然后安全带会拍我，还有就是空调会吹风，就整体给你那种4D 游戏厅的感觉。那它整个座舱非常的简洁，方向盘后面也没有什么拨杆，然后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挂档的杆，它怎么挂档呢？就很简单，踩住刹车，屏幕里面就可以显示挂档的位置了。还有呢，就是在这儿它是有隐藏的按键的，就是你长按它就会亮，哎，也可以挂档，然后手拿走之后它就自动熄灭了，就有一种太空舱的感觉。那它很多的功能呢都是可以通过语音来实现的，调节座椅啊、看电视啊，但我相信这些功能已经惊艳不到大家了。据说它可以语音交织，所以我们试一下。那我们找到了摄影小哥哥，跟我一起来测试一下，就主副驾2个人同时说不同的指令，这辆车会是一个什么反应？完全没剧本没排练啊！3、2、1，开始。Hi Simo。等会儿没跟上没跟上。3、2、1，开始。Hi Simo， 帮我关闭那个车窗。哎，成功了！
那我现在呢是把我们的教练还有摄影老师全部都叫进车里了，4个人完全没有经过排练，我们难度再升级一下，4个人同时说不同的指令，看看车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，好吧？各位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都想好说啥了哈？来，嘿，太紧张了。3、2、1，嗨 Simo， 打开爱奇艺。空调已经关闭了，车窗已经打开了，导航已经有了，爱奇艺也出现了。OK， 可以，我们成功啦，成功了！就是这辆车呢，不管是语音交织还是4路同说都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它这个车机呢，其实你不用直接都喊 Hi Simo， 说 Simo 也是可以的。你看它也是可以明白的，就是交流会更加的顺畅。那如果遇到没有信号的情况下怎么办呢？它不像其他车一样，就是到山路隧道信号弱了，车机就形同虚设了。它没有，它还是可以正常交流的。所以给他点个赞，好吧？来，点个赞，点个赞。极越01呢是分为单电机和双电机，然后它的续航是有3个版本的，550、660和720，搭载了目前业内唯一的阿波罗高阶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啊，并且采用了无激光雷达的纯视觉方案。全系呢是搭载了2枚英伟达 Orin X 芯片 ，AI 的算力呢可以达到508 TOPS。再加上高清摄像头啊、毫米波雷达呀、超声波雷达呀，就可以确保这辆车360度无死角的视觉感知啊。极越和百度联合研发的国内首个占用网络技术 OCC， 可以帮助呢极越01在纯视觉的情况之下，更精准的还原周围的3D 的场景啊，可以获取到比激光雷达分辨率更高的3维结构信息，再结合3D 智驾地图，就是相当于让系统的感知运行在了3维地图上。我们通过白天和夜晚的早晚高峰，分别感受了这辆车的驾驶辅助系统在城区高架高速上的一个表现，全程往返100公里。不管是城区还是高架高速，极越01的 PPA 点对点智能领航系统全程只有在出收费站时接管了2次，城区道路接管1次，匝道全部成功。我还是很满意的，一共接管了差不多3次吧，然后高速、高架、出匝道什么的全部都成功了。变道策略和能力一样强，策略上和人类不能说非常相似，只能说是一模一样。比如说我前面碰到了一个慢车，然后系统就可以准确的识别，然后并且提前给你变道，就整个过程非常的顺滑。后面如果车道有车的话，它会等到车辆过去，然后有足够空间的时候再变道，变道的速度还是挺快的，不会很死板的说等到目标的车辆从车道开远过后它再变，它不是这样的，它还是比较果断的。如果遇到加塞儿的车辆呢，它也会非常缓和的减速避让，主要是它在高速和高架上的时候就非常的激进，一直在超车。在法律法规之内啊，就我们没有超速，它只是看到旁边有位置，它就会帮你并过去，就整个的操作非常流畅，像一个老司机一样。有几个小细节我觉得是比较打动我们女性用户的，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开车的时候，它能动嘴就不动手，就语音呢就可以控制开窗嘛，但是它会根据风量，比如说高速上风比较大，它就给你开一半啊，特别细心。嘿 Simo， 帮我打开车窗。你看它只开了一半，它没有全给你开，因为它觉得风量特别的大。如果在高速上我要想变道的话，语音控制也可以。嘿 Simo， 向左变道。哎，你看它就自己帮你变道了。在当我感觉到疲惫的时候，安全带会震动，就像有人拍我一样啊，就给我提示让我清醒一点啊，就这种小点我觉得还挺打动我的。今天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自动泊车的天花板，手里什么都不需要拿，我只需要下车跟他聊会儿天，他就自己帮我停好了。开始泊车，解开安全带，可以优雅的下车了。Hi Simo， 继续泊车，他就可以自己帮我停了。现在车里面是完全没有人的。哇，他放弃了旁边这么大的车位，而停了一个比较难停的车位啊！哇，停进来了，停进来了，停进来了，停得相当之正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还行吗？刚刚呢，我们在拍摄的时候，有一位路人经过，他问我说：“这是什么车呀？我怎么不认识啊？”我相信很多朋友啊，在打开这条视频之前，对这辆车都没有太深的了解。但是当我说吉利和百度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恍然大悟了。其实新能源时代啊，动力真的是唾手可得的东西，但是智能化才是大家真正一起努力的方向。那由百度和吉利强联手啊，通过长时间的研发、测试还有数据积累，打造出来的我身边的这一台极越01。那大家也可以看到，智能汽车3.0的时代，驾驶权慢慢的由人类转向 AI 了。也许这就是未来汽车形态机器人的一个雏形。所以今天呢，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它刚刚公布了售价，它主打的是科技平权，所以大家对它的价格还满意吗？